生活费、孩子奶粉钱、房贷扣款根本不够用，我以为是真的不够用啊。我叫林薇，和张凯结婚6年，全职在家带娃，他负责赚钱养家。我一直以为我们日子紧巴是因为收入有限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他的钱根本没花在这个家上。这个月家用再给我2000，公司聚餐要交钱。这个月工资你说只发了8000，你又不用还房贷，这钱去哪儿了？家用花费你每个月只给我500，其余的开支和孩子的抚养都是我婚前的存款和我爸妈给的钱。张凯，你上周说是同事随礼，转走了5000，你愿意给他人拿那么多钱，却只给我500块。我今天好奇查了流水，你竟然把这钱转给了你弟张磊。你查我手机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弟刚工作没钱，我当哥的帮衬点怎么了？帮衬？这半年你陆陆续续转了12万。我爸妈心疼我，心疼我们这个小家压力大，每个月还给我转钱让我还房贷。孩子上小学要花钱，家里开支要花钱，我没有想到你竟然偷偷拿我们家的钱养你弟弟。那是我亲弟，我不帮谁帮？你弟弟他赌，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？那是无底洞！他是我弟弟。再说了，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？我花我自己赚的钱，还用得着跟你报备？那是我辛苦攒下来的，那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凭什么瞒着我私自转给外人？什么外人？那是我家人，你才是外人。你说什么？行了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给我弟花钱天经地义，你少管闲事儿，再闹就是你不懂事儿。免费保姆，我不懂事，我少管闲事儿，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？我为了这个家节衣缩食，放弃工作，放弃社交，到头来我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被你拿去填你弟弟的无底洞。我以为真心顾家就能换来安稳，我以为省吃俭用能让日子好过，原来钱都进了小叔子的口袋。我掏心掏肺，在你眼里不过是个只会省钱不敢反抗的免费保姆。张凯，你给你弟花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从今天起你再敢私自转1分钱，我让你连本带利全部吐出来。这个家不是你用来补贴你弟弟的提款机。疯婆子一个，还敢威胁我，看我理不理你。从前我忍是为了孩子，为了家，现在你把我的善良当软弱，把我的付出当理所当然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你藏多少我就拿回来多少。我以为那件事到此为止，他也会收敛一些，但是我发现我大错特错。小薇啊，你看你弟磊磊刚谈了女朋友，要买辆车撑面子，你和张凯是哥嫂，怎么也得拿10万出来支持一下吧？妈，我们家房贷压力大，孩子开销也大，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拿不出？张凯每个月赚那么多，怎么会拿不出10万？我看你就是小气，舍不得给我小儿子花钱。他是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，除了房贷，我女儿上学也要花钱，我们没钱。呸！我不准！你嫁进我们张家，你的钱就是我们家的钱，帮衬小叔子就是应该的。你是不是早就答应你妈了，又想偷偷转钱？我妈都开口了，我能不答应吗？不就10万块，你别小题大做。就是你在家白吃白喝，花你家点钱怎么了？要不是我儿子养着你，你喝西北风去！赶紧把你的存款拿出来，给磊磊买车。这个时候我才终于明白，不是我的丈夫一个人糊涂，是婆家全家都把我当冤大头。我省吃俭用，全职带娃，操持家务，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。我越退让，他们越得寸进尺。这10万我1分都不会出。张凯之前偷偷转给张磊的12万，你们最好也赶紧还回来。从今天起，谁也别想再动我们家1分钱。你什么意思？反了天是吧？老大，你就是这么持家的，一点没有一家之主的气概，你婆娘都不听你的。林薇，你够了，我都答应了，你闹什么？别这么不懂事儿。这一次我不会再忍，他们想吸血，我就直接断血。怎么回事？冻结了？什么？婚内财产保全由配偶林薇申请，依法冻结。他做梦也想不到，那个一向温顺只会忍气吞声的妻子，会直接来这么一手，一刀封喉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妈，完了，我的工资卡、奖金卡、私房钱账户全被林薇冻结了，1分钱都取不出来。什么？
冻结了！那个小贱人敢这么做！什么？没钱？哥，那我的车怎么办？我都跟女朋友说了，这周就提车。反了天了！她一个靠你吃饭的家庭主妇，敢冻结你的账户，我去找她拼命！走，咱们现在就去找她，闹到她解冻为止。找也没用，是合法冻结，我们闹也没用。林薇，你个毒妇，赶紧给我儿子解冻账户，把钱拿出来给蕾蕾买车，不然我今天就死在你家门口。林薇，你开门，快开门！嫂子，你快把账户解开，不就是10万块，你至于吗？闹够了吗？就是你这个小贱人，把我家老大账号冻结了，你赶紧解冻，我们家蕾蕾要买车，不然我报警抓你。报啊！我这是合法申请婚内财产保全，你儿子私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我有权追回并冻结。之前转给张磊的12万属于恶意转移财产，我会全部起诉追回。你们想拿我的家养你的小儿子，门儿都没有。你狠！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偷偷给钱了。你先解冻行不行？我们还要生活。反了，账户我不会解冻，婚我也会离，属于我的财产一分不少归我。你们想占便宜，不可能。林薇，你给我开门！你个没良心的毒妇！喝我们家的，喝我们家的，现在还敢冻结老公的账户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嫂子，你太过分了！就10几万吗？你至于把我们逼到绝路吗？我车买不成，女朋友也要黄了。林薇，你真要做的这么绝吗？那是我全部的钱，你冻结了，我们一家人怎么活？孩子怎么办？大家都来看了，这个女人不守妇道，冻结丈夫财产，要逼死我们一家人呀！我不活了！老天爷啊，娶回来个丧门星，要把我们老张家逼死啊！男人挣点钱全被他攥死，连亲弟弟买车娶媳妇都不肯帮，心比石头还硬啊！各位叔叔阿姨评评理，我就想买辆车结婚，我哥拿点钱帮我，我嫂子直接把家里账户全封死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既然大家都在，那今天就把账当众算清楚，也让街坊邻居评评真正的理。第一，张凯先后瞒着我，偷偷转了12万夫妻共同存款，全部无偿拿给张磊挥霍。第二，我冻结账户走的是法院正规婚内财产保全流程，全程合法合规，不是无理取闹。12万可不是小数目，背地里转走，换谁都忍不了啊！就算转了钱，那也是男人挣的钱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管。外人，婚后工资收入全是夫妻共同财产，而且这12万是我攒下的。张凯，我之前一次次忍让，换来的是你们全家得寸进尺。这婚咱们必须离。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回家说，不离婚，不离婚。再说了，离婚之后咱们妙妙就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了，你忍心吗？孩子，对，你要是执意离婚，孩子就是单亲娃，以后上学是要被人指指点点的，长大了自卑孤僻，抬不起头的，这都是你当妈的造成的。就是，难道你想让孩子在背后被人家说三道四的？我只要妈妈一个人就够了。妙妙，我可是你爸爸呀，你难道想要看着爸爸和妈妈分开吗？白养你这么大了，只知道护着你妈妈。妙妙，过来！小小年纪就知道胳膊肘往外拐，我可是你爸爸呀！这就是你们拿孩子拿捏我的底气。留在这个家里，孩子才是最大的委屈。林薇，你简直是无理取闹！你生一个女孩，我们家里没有跟你计较就不错了，如今非得揪着我给我弟拿钱的事情不放，你至于吗？再说了，要是离婚，我一定会把孩子弄走的，让你一辈子见不到孩子。就是，我哥的钱给我花天经地义，要不是他这个拖油瓶，早就能拿出来钱给我买车了。够了，12万婚内财产，你们恶意转移，私自挥霍，对待亲孙女儿，张口辱骂。我本来还想给你们留一丝情面，但现在没必要了。钱，法院一分不少判你们退回。婚，我铁定离。我的孩子跟着我，总比留在你们这种自私冷血的家庭里强100倍。大家伙都听听，这女人多冷血！亲兄弟互帮互助，天经地义，她非要揪着这点钱不放。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儿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，12万可不是小钱，偷偷转走也太过分了。林薇，你要真这么过分的话，我就把孩子带走，让你永远也见不到的。哥，你就是太窝囊，被这个女人拿捏的死死的。今天必须让她把诉撤了，把钱拿出来给我买车。张磊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
这12万不是你哥的钱，是我辛辛苦苦攒下的。你不是有工作吗？不是有手有脚吗？怎么不去自己赚钱，心安理得啃哥啃嫂？啃不到就上门撒泼，到底是谁不讲情理？你胡说！你手里的账单都是假的，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。是不是假的？法院一查便知。我最后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要么今天之内让张磊全额归还12万元婚内财产，我们协商离婚事宜；要么拒不还钱，我直接提交全部证据立案。薇薇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我妈和我弟不懂事，你再原谅我一次行不行？我马上让他还钱，立刻就还。我不还，钱我已经花完了，凭什么让我还钱？他想离婚就离，我不怕打官司。花完了也没关系，法院判决生效后列入失信名单，以后寸步难行。孰轻孰重，你们自己掂量。行，我们还。走，你们两个跟我回家取钱，12万，一分不少，给你转回去了。现在钱也还了，这事儿就翻篇了，以后不许再提。薇薇，你看钱都一分不少还给你了，咱们好好过日子，别离婚了，好不好？钱都还你了，你总该满意了吧？钱收到了，不过这本来就是我个人的血汗积蓄，物归原主，理所应当，不代表这件事儿就能翻篇。薇薇，你什么意思？钱我们都还了。还钱只是你们本该做的底线，这婚还是要离的。你这女人怎么得寸进尺啊？钱都还给你了，你还要离婚？我之前说过，还钱只是给你们一次体面协商的机会，现在钱回来了，很好，接下来我们谈离婚。我说林薇，你有点太过分了吧？我们家都把钱给你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哥事事都顺从你，你还不满意？林薇，我真的想不通，我和我妈都低头还钱了，给足了你面子，你非要闹到离婚。说到底，就是你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，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，不是我们对不起你。我说过了，要是离婚，我不会再让你见孩子一面。我就不信了，你能忍着不见孩子？对，就是这个理。你铁了心要离婚，那我们也跟你算算账。当初你嫁进我们张家，我们可是实打实给了你8万8的彩礼，一分钱没少。既然是你先提的礼，那彩礼必须原封不动退回来，还有3金办酒席的所有开销，一笔一笔给我算清楚，一分钱都不能少。我有工作和收入，到时候法院一定会把孩子判给我的。不退钱，孩子你就别想要。没错，别以为拿回你的12万就万事大吉，想拍拍屁股走人，做梦！把彩礼吐出来，一分都别想赖。行，你们要算账，那我们今天就算得明明白白。8万8彩礼，结婚当天我父母分文未留，全额带回小家，另外额外加了10万元现金嫁妆，全部用于这套房子的家电，厨卫翻新。关于孩子的抚养费问题，当初孩子生下来，你们不喜欢他，在生活上各种抠搜对待我女儿，都是我爸妈拿的钱给我的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所有装修付款记录、转账流水，我全部保存完好。你们张家婚后这套房子一分钱装修钱没出过，而且这个房子首付一共是30万，你们家首付只给了8万，我们家拿出来了22万。那又怎么样？其他的东西难道你自己没有享受到吗？但是彩礼是我们家给你的，你离婚就必须退。我和张凯结婚6年，这8万8一同用于我们的生活开销了，而且法律规定彩礼用于夫妻共同生活，并且共同生活多年，不需要退还。我看你们也没有悔改之意，等着法庭上见吧。原告林薇诉被告张凯离婚纠纷一案今日公开开庭宣判，请全体起立。经法庭审理查明，原被告婚后共同生活6年，感情破裂属实。针对被告方家属主张的返还8万8彩礼、3金、酒席费用诉求，依法驳回。请坐下。为什么？那是我们家给的钱，他要离婚是因为他的原因。8万8彩礼、3金首饰，我们办酒席花了大几万，全打水漂了。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？他占完便宜拍拍屁股走人，我们家活该吃亏。法官，你们是不是判错了？明明是他林薇没事找事闹离婚，我哥老老实实过日子，从头到尾没做错半点，凭什么还要我们吃亏？他必须退彩礼，必须赔钱。法官，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他，婚后我处处让着他，是他贪心不足，
拿回自己的钱还不肯罢休，现在还要让我们家血本无归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安静！法庭依据完整证据链审理，事实有据可查，8万8彩礼，原告父母以全额随嫁妆带回小家，另追加10万元嫁妆用于房屋装修，家电购置全程用于婚后共同生活，彩礼依法无需返还。另查实，被告张凯婚内存在多项重大过错，长期隐瞒妻子，私自转移大额夫妻共同财产，不间断将个人全部薪资收入补贴原生家庭。婚后6年时间里，未承担子女抚养开支、房贷、水电、家庭支出等一切家用，对亲生女儿疏于陪伴照料，未尽到一名丈夫与父亲应尽的责任与义务，已然构成婚内重大过错。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。再说了，我有工作有收入，林薇没有工作没有收入，孩子应该判给我。谁说我没有工作？我现在已经正式入职了新公司，完全可以承担孩子的抚养。倒是你，迫不及待争抢孩子的抚养权，是不是还想离婚后拿着来要挟我？结合本案实际情况，作出最终正式判决，准许原告林薇与被告张凯解除婚姻关系，驳回被告方所有彩礼、3金、酒席费用返还诉求，婚内共同财产分割裁定，婚内名下房产、存款及所有婚后置办资产归于原告林薇所得。婚生女林妙自幼长期跟随母亲林薇一同生活，被告常年缺少陪伴，缺乏亲子感情基础，且被告家中长辈言语刻薄，时常辱骂训斥孩子，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。婚生女林妙抚养权正式判归原告被告张凯，每月需按时足额支付子女抚养费，直至孩子成年。净身出户，天理何在啊？结婚6年，我们白白养他6年，最后啥都没捞着，房子、钱、家产全被那个女人吞干净了，全都是林薇那个毒妇，她心思太深，她从一开始就是故意算计我们的。我这6年到底哪里对不起他？我老老实实过日子，处处让着他，最后竟然落得一无所有，我不甘心，我绝对不甘心。哥妈，我们不能就这么认栽。法院讲证据，那我们就造证据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们可以把过错推到他身上啊。我们找人作证，诬告他婚内出轨，私生活不检点，只要名声烂了，他就一无所有，净身出户的就是他了。对，肯定是他外面有人，早有预谋踹掉我，不然他怎么铁了心跟我离婚？这根本不是我们的问题。对，肯定是，咱们就这么干。老大，你去把林薇约出来，假意求和，假意谈和解，到时候方便咱们下手。老二，你去托人找个外面的混混来配合我们一起做假证。没错，我去找人伪造一下聊天记录，到时候咱们让林薇吃不了兜着走。薇薇，我想了一晚上，彻底想明白了，之前是我糊涂愚孝，听我妈和我弟挑事儿，一次次对不起你，法院判我净身出户，我认，是我活该。你想说什么？直接说。我们6年夫妻，好聚好散。我今天专门把家里收拾干净，就想正式跟你道个歉，不求你原谅，只求你给我10分钟，让我亲口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之后我立马搬出去，再也不纠缠你。我买了你以前爱喝的酒，就喝一杯，当做告别。喝完这杯，我们彻底两清。我签字离婚，净身出户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道歉不道歉还重要吗？酒也不必喝了，你要是真觉得愧疚，直接签字就行。薇薇，就一杯，算是我最后的赎罪。我心里真的太愧疚了，不喝这杯，我这辈子都不安心。你就当可怜我，成全我最后一次体面。行，那我喝。薇薇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们一家人到底想干什么？窗帘后面早就藏好人了是吧？我从进门就觉得不对劲，我就知道你们家根本没有什么好事找我。前一秒还装可怜道歉和解，下一秒就拼命灌我酒，你们安的什么心？一目了然。哼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们不愧是一家人，蛇鼠一窝，坏的一模一样。故意灌醉我，藏陌生男人在屋里，就是想制造假象，污蔑我清白，捏造我私生活不检点，然后颠倒黑白，翻案翻盘，把钱房子全部讹回去。我说的都对吧？那又怎么样？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不是什么都没发生。
我又没有真的把你怎么样。没错，是你疑心重，怪不到我们头上。就是，你现在这就是在污蔑我们。我污蔑你们？你们全套害人的圈套都布置好了，只差最后一步。现在被我抓包，就一句什么都没发生，想一笔勾销。我一个女人，跟你们说，你们肯定不服气。我报警，咱们让帽子叔叔来处理。别报警！我说，你闭嘴！乱说话，我弄死你！你给我闭嘴！再敢无乱嚼舌根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！强子，你别胡说八道！是他们，是张磊前2天找的我，给我2000块钱，让我躲在阳台，等把你灌醉之后，让我故意凑过去拍亲密照片，拍完照片就让我一口咬定是你婚内出轨我。他们伪造的还有聊天记录，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法院判决，让你净身出户，把房子和钱全部抢回去。幸好我早有防备，没有轻易喝下你们递来的酒。我要是疑心不重，你们现在就得逞了吧？被你们肆意污蔑，毁掉名声了吧？不是这样，事情是他瞎编的，是他想栽赃我们，我瞎编。我手机里还有你们转我定金的记录，还有你们教我怎么演戏、怎么污蔑人的聊天记录，全部都在。姐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也把实话跟你说了，你别报警，你放过我。就算是又怎么样，还不是因为你太狠心？我儿子好好的家被你拆散，辛辛苦苦6年婚姻，最后净身出户，一无所有，还不是都怪你？林薇，我劝你见好就收，真把我们逼急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没错，我们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我们反正已经一无所有。你有工作，要脸面，真闹大，丢人丢工作的是你。你最好老老实实把这事儿翻篇儿，我们从此互不招惹。薇薇，没必要闹得两败俱伤，我们认栽，以后不纠缠你。你删掉证据，大家各自安生，不然最后谁都落不到好。你们想用我的名声压我，你们真以为我会怕你们这种肮脏龌龊的造谣手段？有证人有证据在，真闹到警局，闹到所有人面前，大家看到的不是我的丑闻，是你们一家人恶毒算计的丑恶嘴脸。到底谁丢人，一目了然。你们要鱼死网破是吧？你们是违法预谋，恶意诽谤、伪证、干扰司法判决。帽子叔叔是依法处理你们，不是评判我的名声。对，我这证据全是实锤，帽子叔叔一查一个准儿。你别吓唬我们，我们不懂这些，你少拿法律压人。就是，你少吓唬我们了。林薇，你没必要这样吧？你都害得我们一无所有了，如今还要报警？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你是一个这么恶毒的女人呢？我跟你相处6年，我以前居然从没发现你居然是这么一个愚蠢又恶毒的男人，窝囊、自私，还满肚子阴毒算计，真的又恶心又让人反胃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今天你必须签字。别签，千万别签，签了你真的什么都没了，我们一家真的彻底无家可归了。哥，不能签啊！不签，咱们今天的事情就没完。我签了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满意。你们今天的下场是你们自作自受，协议已签，法律效力生效。这套房子归我个人全权所有，我给你们今天1天的时间，从我的房子里彻底搬出去。搬？我们凭什么搬？他一句话就让我们滚，做梦！他把我哥逼得净身出户，让我们一家无家可归，我们不好过，他也别想安生，坚决不搬。不搬，今晚就在这里住，他能拿我们怎么样？这房子他想干干净净拿走，不可能！他不让我们活，我们就赖死在这里。反正我们已经一无所有，光脚不怕穿鞋的。我倒要看看他一个女人，凭什么跟我们一家人斗？您好，我报警，有人恶意滞留、非法侵占我的私人住宅，目前侵占人员全部在屋内，霸占我的房产，拒不撤离，请帽子叔叔上门处置。你好，是你报的警吗？
是帽子叔叔，这个房子是我个人名下私有产权，对方一家人拒不履行协议，非法侵占我的房子。谁呀？大清早的，烦不烦人？肯定是邻居，真麻烦。帽子叔叔，接到报警，有人非法侵占私人住宅，拒不搬离，还故意损毁他人财物，是你们吗？不是，帽子叔叔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这是我以前的婚房，我们在这儿已经住了好几年了，怎么能说是侵占呢？对呀，帽子叔叔，这是我们家，怎么算是侵占呢？帽子叔叔，我和张凯婚姻关系早已解除，房屋产权归属我，和他们3人没有半点关系，而且我已经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搬出去了，没想到他们没有搬走，还肆意破坏我的屋子。经核实，文件真实有效，法院判决具备绝对法律效力，房子早已不属于你们，房主已经依法给予你们搬离期限，你们逾期拒不执行，滞留屋内拒不撤离，已经构成非法侵占私人住宅，不仅拒不腾退，你们还恶意砸毁家具、刮花墙面、乱扔杂物，故意损毁他人私有财产，2项违法行为，事实清晰，证据确凿。帽子叔叔，整套房子的家具、家电、软装摆件、生活用品，全部都是我个人出资购置的私有物品。他们3人非法侵占我的住宅不说，还恶意打砸损坏，属于故意损坏他人私有财产，所有损失理应全额赔偿。房主诉求合法合理，故意损毁他人财物，依法必须承担赔偿责任，不赔付将依法追责处罚。我们不赔，我们不赔，我们没钱，就是碰坏一点小东西而已，哪有那么夸张？他自己也能用，凭什么让我们赔钱？凭什么？凭你们非法侵占我的房子，凭借你们的恶意报复击毁我的私人物品，我的财产损失1分都不会免，或者照价全额赔偿，或者依法登记立案，按损财物情节对你们进行治安处罚。别说了，我们赔还不行吗？现在立刻和房主核对所有损坏物品，统计维修换新费用，当场确认赔偿金额，拒不赔偿，我们将记录入违法，后续将会追究责任，对你们影响一生。墙面修补、刮花家具修复、摔坏的茶几摆件、破损软装、被砸毁的生活用品，我按市场价统一估量，总共13200块赔偿金。13200，你这分明是抢钱！就这点破划痕，几件破摆件，撑死几百块就能修好，凭什么要我们掏1万多？我们没钱，我们绝对不赔这么多！这价格也太离谱了，纯属漫天要价。我们不过是不小心弄坏一点东西，你就是借着帽子叔叔在，故意趁机讹我们。价格合理合规，房主是按实际维修换新的市场行情核算，没有多要1分，全额赔偿是你们的法定责任，拒不赔付，房主可以直接走司法调解。妈，别闹了，我们赔13200就13200。我们本来就身无分文，无家可归，还要倒贴钱，这根本就是坑我们！坑你们？这不是你们自作自受吗？这笔赔偿金今天1分少不了，必须当场结清。收款到账13200元。钱已经转给你了，这下可以了吧？收到。这笔赔偿刚好用来修复你们破坏的所有东西。赔偿金已赔付，接下来你们3人立刻彻底搬离这套房屋，后续但凡再出现私自闯入、恶意滋扰、纠缠房主的行为，我们一律从严处置，绝不姑息。这下怎么办啊？这么多钱，连租个房子也不够。我也没钱，要不打电话借点儿。平日里称兄道弟，一到借钱全躲得远远的。这群势利眼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咱们不能睡大街上啊！先找个商场对付1晚上吧。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，总比睡大街强。等缓过来，我绝对不会放过林薇。先歇够再说，今晚就在这儿凑合一整晚。3位不好意思，商场休息区不允许堆放私人物品，更不允许留宿过夜。麻烦你们立刻把行李收拾好，马上离开。我们就坐一会儿，又不碍事。这椅子是公共的，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公共区域是供顾客短暂休息的，你们行李杂乱推放，已经影响商场秩序和卫生了。我们商场有规定，严禁人员滞留留宿，请配合工作，立刻离开。我们花钱消费过，凭什么赶人？你们商场就是这么欺负人的？嫌我们穷是不是？狗眼看人低。就是，我们就坐这儿。今天谁敢赶我们走试试？不管有没有消费，都必须遵守商场规章制度。
我最后提醒一次，主动走，不然我就上报经理调取监控，按扰乱公共秩序处理。什么破规矩，真是不近人情，都是林薇害的。若不是他步步紧逼，我们怎会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？肯定是的，他把我们的一切都拿走，如今还要断了我们最后的生路。哥，我们不能这样算了。对，没错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最在乎什么，我们就毁什么。他房子保住了，钱拿到了，他还有工作。我听说他最近新找了一个工作。对呀，我们也让他把工作丢了，我们去他公司闹，看他公司还敢不敢要他。对，他让我们无家可归，让哥丢了工作，我们也得让他丢了工作。走，现在就去！我早就记住他公司地址了。既然我们没有好日子过，那他也别想安稳过日子。等会儿进去，咱们就大声闹，把他的脏水全泼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什么人。对，闹得越大越好，最好让全公司都看清楚他的真面目，直接把他开除。林薇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这个狠心毒妇、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林薇，你也太歹毒了！冻结家里账户，把我们一家3口赶出家门，害得我们无家可归，露宿街头。你现在狠心抛弃丈夫孩子，简直自私至极！大家快看看，这就是林薇，结婚多年1分钱不肯顾家，只顾着自己吃香喝辣、光鲜亮丽，背地里偷偷卷走家里所有财产，狠心断了家里所有开销，逼得我哥负债累累，走投无路。我们一家人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全是拜他所赐，心肠比石头还硬，简直冷血无情。张凯，我没有想到你们一家人能不要脸到这种地步。你说的给家里一点小钱，那12万是小钱吗？那12万怎么了？那是我自愿给我妈的钱，我自己赚的钱，我愿意给，关你什么事儿？那你是自己一个人的钱吗？婚后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不都是我爸妈给的？房贷你有还过1分吗？林薇，你当时已经嫁到了我们家，难道你没有责任照顾这个家吗？而且哥哥帮助弟弟天经地义，轮不到你在这儿说。那个钱是他一个人赚的吗？那是我们婚内的共同财产。12万啊，那是小钱吗？你总是跟我说工作不好干，房贷、生活费不都是我婚前的财产和我爸妈的补贴吗？谁知道你竟然瞒着我，转头帮你弟弟张磊还赌债。那又怎么了？那也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我花一点怎么了？你至于把我们赶出去，让我们露宿街头吗？夫妻共同财产是用来经营小家的，不是让你们全家吸血挥霍的。你们现在无家可归，身无分文，不是我逼的，是你们自作自受。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，大家别信他，他就是不想顾家，冷血自私。而且我哥帮我是天经地义，哥哥帮弟弟天经地义。张磊，你嗜赌成性，欠下一堆债，不敢自己还，就让张凯给你转钱，拿着我们家的血汗钱填你的烂赌窟窿，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天经地义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至于把我们赶尽杀绝吧？房子是你的，钱也是你的，我们一家人只能流落街头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还是你。这是最终法院判决的结果，你如果不服气，你可以继续上诉。张凯，我舍得养家，舍得养孩子，舍得补贴家庭，但我不舍得拿我的血汗钱养一群贪得无厌、恩将仇报的吸血鬼。我的天，这家人也太离谱了，全程靠女方养家，还偷偷拿钱还赌债，太恶心了！还好意思来公司闹事颠倒黑白，真够不要脸的。够了，你们私事纠纷，跑到公司造谣闹事，诋毁员工名声，严重扰乱办公秩序。我不管你们家里什么矛盾，在公司当众造谣，影响公司风气，就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我最后警告你们一次，马上离开公司。如果再有一次闹事、诽谤、堵人行为，公司直接报警处理，走法律程序追究到底。该死的，官司判不过他，公司闹事也闹不过他，我们根本讨不到半点便宜，白白挨了一顿骂，还让别人看我们笑话。硬的不行，我们就来软的。我终究是妙妙的爸爸，孩子肯定会认我的。只要咱们掌握住了孩子，林薇能不听话吗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，孩子是我们张家的根，你是亲生父亲。我重新上诉，就说林薇不适合带孩子，咱们只要把抚养权夺到手，就什么都有了。只要抚养权抢过来，林薇这辈子都得被我们拿捏。没错，我看他还怎么得意。我是孩子亲生父亲，法理上我有资格争取，这次我就要彻底翻盘。请问办理什么业务？法官您好，我要上诉，申请变更女儿林妙的抚养权，我要拿回我女儿的监护权。理由是什么？您看，法官，
我儿媳妇林薇性格极端，情绪暴躁，性格有严重问题。她工作繁忙，根本没时间照顾孩子，平日里对孩子严苛冷漠，只顾工作不顾家，心理状态极其不稳定，根本不适合带小孩。不止如此，林薇婚内强势霸道，婚姻存续期间多次情绪失控，我们有理由怀疑她的心理状态、教育方式严重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。你们这些都是口头陈述，有没有实质证据？我们有生活片段证据。这是林薇深夜加班、缺席孩子陪伴的照片，还有她平日脾气冷漠的片段，足以证明她不适合抚养孩子。我正式上诉，我要夺回女儿抚养权，我要让孩子离开性格有缺陷、冷漠自私的母亲，给孩子一个健康、有人陪伴的成长环境。原告张凯，你起诉申请变更女儿林妙抚养权，陈述你的诉讼理由与事实依据。法官，我女儿林妙今年年纪尚小，最需要亲人陪伴与温柔教导。孩子母亲林薇长期沉迷工作，情绪极端，性格冷漠，根本没有耐心照顾孩子，长此以往，孩子缺少关爱，心理健康严重受损。法官，林薇脾气暴躁，阴晴不定，这种心理状态极其不稳定的女人，带着年幼女童，只会影响孩子三观。为了我孙女的未来，恳请法官把抚养权判给我儿子。被告针对原告陈述进行答辩。法官，原告今日所有陈述全部属于捏造事实、恶意诽谤、颠倒黑白。首先，原告声称我疏于育儿，情绪不稳定，我这里有全套相反证据。孩子从小到大所有疫苗记录、入园资料、日常接送打卡，4年全部由我一人负责，无一次缺席。肃静。第二，原告口中所谓我情绪极端、性格有问题，纯属造谣。真正长期情绪不稳定、破坏家庭的是原告一家人。这是我保留的长期家庭纠纷录音。婚后4年，张凯婚后不仅不承担育儿、房贷、家庭任何开支，还私自转移婚内存款12万，全部用于偿还张磊赌债。原告是否属实？那是正常阶级，是他小题大做。原告一家人被法院判决财产归属，不知悔改。如今为了讹取利益，继续拿捏我，故意捏造我性格缺陷、疏于育儿的虚假事实，试图抢夺孩子抚养权。真正不适合抚养孩子的人是原告张凯，家庭风气恶劣，亲属嗜赌欠债，恶意闹事造谣，品行恶劣，严重不利于儿童成长环境。法官，他胡说，他就是不想把孩子交给我们，他冷血自私。法官，就算我之前有错，我是孩子亲生父亲，我有探视权，有争取抚养权资格，他不让我管孩子就是不对。我从未禁止探视，只不过我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，才依法限制不当接触，有据可查。经法庭审理，证据核实，事实查明，原告张凯无稳定居所，且家庭存在负债，长期恶意纠纷、恶意骚扰女方记录，原告不具备更优抚养条件，诉讼理由不成立，事实不属实。当庭判决驳回张凯全部上诉请求，女儿林妙抚养权依旧归林薇所有。喂，有事说事，我今天有事没空上班。张凯，你这阵子无故旷工多少次了？私生活纠纷满天飞，现在有人直接把举报材料交到公司了。什么举报？谁举报我？材料写的清清楚楚，你品行不正，个人口碑极差，严重影响公司对外形象，而且这阵子你有小半个月没有上班了吧？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公司辞退了，工资暂扣，后续追责另行通知。怎么了？什么辞退？被开除了。有人往我公司捅我黑料，说我闹事，品行不正。好好的工作怎么突然没了？那咱们以后收入怎么办？工作没了，抚养权也挣不到，全是林薇害的。他断我前路，那我就断他念想。妙妙本来就是我的，今天我必须把孩子带走，谁拦我跟谁拼命。放学人多，老师顾不过来，判决书那都是虚的。你是亲爹，谁能拦你接自家闺女？我工作没了，官司输了，全是林薇逼的。他想拿捏我一辈子，做梦！今天我就把妙妙接走，看他能拿我怎么办！快点，趁乱接走，别跟老师多啰嗦。爸爸，妙妙，跟爸爸走。您好，请问您是林妙的固定接送人，登记的是她母亲林薇。我是孩子亲生父亲，天底下哪有爸爸不能接自己女儿放学的道理？他妈妈有事儿，让我来接她。哎呀，老师都是一家人，孩子妈妈临时加班赶不过来，特意让孩子爸爸过来接的。小孩子天天见爸爸，还能有错吗？你就通融一下。先生，您不能这样，请您松手，我已经确认不能带走孩子。老师，别这么较真儿，父女团聚哪有什么错？就是接回家吃个晚饭，马上就送回来。快走，别耗了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完了，孩子被带走了，我得马上联系林薇。
老师您好，是妙妙有什么事吗？林女士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刚刚放学，孩子爸爸突然来校门口，强行把林妙接走了，我们拦不住。你说什么？谁接走了？孩子爸爸接走了？是他，还有一个老太太，一个年轻男人。他们说是你委托的。妙妙一直哭着要妈妈，可是他们强行把孩子拽上车带走了。张凯，你把妙妙带到哪里去了？你马上把孩子送回来。林薇，怕什么？我是孩子的爸爸，我不会对他做什么的。只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你原谅我，和我复婚，咱们一家人还像之前那样和和气气、幸幸福福的生活，怎么样？复婚？张凯，你疯了吗？法院早就把抚养权判给我了，我们早就彻底结束了。过去的事儿我都改了，你不闹了行不行？林薇，你想想妙妙，孩子从小缺爸爸，他现在一直在哭，喊着要爸妈在一起，不复婚是吧？可以，那你就别想再见到妙妙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松口答应复婚，我就带着孩子走，换个城市生活，这辈子都不让你母女相见。张凯，你这是绑架，你再拿孩子威胁我，我可以报警。我是孩子亲生父亲，我带自己女儿走，谁能管我？我最后给你10分钟考虑，要么答应复婚，一家人团圆，要么我带着孩子走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怎么想通了？愿意跟我复婚了？只要你不伤妙妙，不吓她，什么事都好说。你告诉我地址，我现在过去找你。我警告你，林薇，别给我耍小聪明，不准报警，不准告诉任何人，不准带人过来。你要是敢搞半点花样，我立刻带着妙妙远走高飞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她一面。我不报警，我一个人过去。你别吓孩子，千万别欺负妙妙。算你识相。我现在发定位给你，10分钟之内必须赶到，迟到1秒或者让我发现你不对劲，直接作废。帽子叔叔您好，我紧急报警，我的5岁女儿被人恶意挟持控制，对方是我前夫张凯，败诉怀恨在心，强行带走孩子，现在拿孩子威胁我复婚，限制人身自由。我有法院生效抚养权判决书，孩子法定监护人只有我一人，对方刚刚威胁我，一旦发现我求助，立刻带孩子消失，彻底失联。我现在收到对方定位，在城郊老旧居民楼，对方情绪极不稳定，失业败诉，心态扭曲，孩子正在哭闹，处境非常危险。我假意答应他的要求，独自赴约稳住他，请你们立刻出警，隐蔽跟进，务必救下我的女儿。妙妙，妈妈，我要回家。站住！别急着抱孩子，答应我的事儿做到了吗？复婚，你想清楚了？早听话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？官司赢了就得意洋洋压我儿子一头，现在还不是得乖乖过来低头？我过来了，我也答应好好谈。你先把孩子还给我，他才5岁，经不起这么下。还给你？我现在一无所有，名声烂透了，都是拜你所赐。你想轻轻松松把孩子带走，不可能。大人的恩怨跟孩子无关。你想要复婚，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谈条件，别吓孩子。什么谈？直接复婚。复婚之后立刻搬回来住，以后家里一切听我儿子的。可以，我都可以商量，但你们必须保证，以后不准再碰孩子，不准拿孩子做筹码。你最好是真心悔改，别跟我玩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把戏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什么事都做不出来。跟你妈妈说，是不是想一家人团圆？是不是想爸爸回家？张凯，你别逼孩子，他被你吓成这样，你看不到吗？你要是真为孩子好，就立刻停止这些荒唐的报复。荒唐，是你把我逼得走投无路。今天要么复婚好好过日子，要么咱们谁都别好过。就是你心太狠，我儿子好好一个家，好好一份工作，全被你毁了。法院判你赢，你就嚣张跋扈，眼里半点没有我们张家。现在让你复婚弥补，怎么了？就因为我哥给我转钱，你就和我哥离婚，还要走了我们家的房子和钱，你也太黑心了。我要回家。全部不许动！治安队办案，原地蹲下。帽子叔叔，我是亲生父亲，我探视接自己女儿天经地义，是我前妻小气，故意小题大做。不是的，帽子叔叔，不关我的事儿，全是我大儿子一个人的主意。我本来根本不想来，是他硬拉着我过来的，我全程都是被他骗的。帽子叔叔，我也是被迫的，我只是过来帮忙开车望风，我完全不知道他要抢孩子，威胁嫂子复婚啊！从头到尾策划抓人威胁人的全是我哥，我和我妈都是被他裹挟的，我们没有一点责任。妈，张磊，你们胡说什么？这是我一个人策划的吗？怎么不是？
你少往我们身上赖，是你自己败诉不甘心，自己丢工作心里不平衡，是你非要拿孩子威胁林薇。我们劝过你，是你不听，全部都是你一个人的私心，跟我们母子俩没关系。对，帽子叔叔，我哥最近情绪一直不正常，偏执又冲动。放屁！我们哪句话说的是假的了？这个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行为，跟我和我小儿子没有关系。妈，我也是你儿子啊，你怎么能把事情都推到我一个人的身上？够了，不管你们内部谁挑头谁怂恿，你们3人共同到场，共同参与挟持他人，恶意限制孩童人身自由，胁迫监护人，已经构成共同违法，不是你们互相甩锅就能逃避处罚的。真是好家人，出事第一个卖我，还不是都怪你！你要是不胡闹，我们能落到这个地步？你闭嘴，别再连累我们。林薇，你跟帽子叔叔解释一下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嫂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跟着过来凑热闹，我真没参与威胁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咱夫妻一场，你真的要闹到这种地步吗？你们嚣张跋扈，抢孩子威胁我的时候，没想过求我原谅。现在知道怕了，知道求饶了，太晚了。不用求情，案件事实清楚，证据完整，私下求情无效，3人涉嫌共同违法，必须依法带回处理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林薇，你救救我们啊！妙妙，不怕了，坏人被抓走了，妈妈永远保护你。薇薇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知道我错了。我是来跟你做最后一次了结。了结？是啊，都了结了。林薇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赌，不该闹，不该丢工作，更不该拿孩子逼你。我也是被逼急了，我一无所有，我太怕彻底失去你们了。你能不能最后帮我一次，跟警察说从轻处理？你败诉、失业、走投无路，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，反而转头伤害5岁的孩子，报复我。从你强行抢走妙妙，吓她，拿她要挟我复婚那一刻开始，你就没有任何值得原谅的余地。我是冲动，可我是孩子爸爸，我真的没想伤害妙妙。当初你没有把我们的小家当成家，反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去和你家里人欺负我们母女2人。张凯，谁知道到最后你口口声声的家人，最后却为了自保毫不犹豫出卖你、甩锅你。你这辈子的烂摊子，从来不是我造成的，是你自己，是你这家人的贪婪和自私造成的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了，我输得一无所有，亲情没了，家庭没了，工作没了，孩子也彻底没了。我以前总觉得是你狠心，是法院不公，是所有人都针对我，直到我妈和我弟当场把我全部推出去，我一个人扛下所有事儿，我才彻底清醒。我这辈子活得太荒唐，太自私了。我不顾家，一次次折腾你，折腾孩子，你一次次忍我，包容我，给我机会，我从来不知道珍惜，我真的不是人。你现在醒悟，太晚了，伤害已经造成，恐惧已经留在孩子心里，我们受过的委屈和惊吓再也收不回去了。我知道晚了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求你别让妙妙彻底忘了我。等我出去，我安安稳稳做人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我不纠缠，不闹事，我就远远看一眼孩子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从你强行在校门口抢走他，把他关在陌生出租屋，拿他逼我复婚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彻底失去做父亲的资格了。妙妙才5岁，她不该承受大人的恩怨，不该被你当成报复的工具。你带给她的只有恐惧、哭闹和阴影。为了她以后能安稳快乐长大，我不会再让你出现在她的生活里。我连远远看她的资格都没有了吗？是你亲手扔掉的资格。你本该有个完整的家，有乖巧懂事的女儿，有安稳的生活，是你亲手毁掉了一切。你家人凉薄趋利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是你识人不清，愚孝护短的下场，是你一无所有，是你品行不端，不知悔改的报应。这所有的苦果从头到尾都是你自找的。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太后悔了。后悔没用，法律已经给了你惩罚，你好好接受处罚，好好反省。往后你的人生，你的对错都与我和妙妙无关。
从此山水不相逢，旧事旧人皆清零。我们母女彻底和你两清了。事情终于结束了，生活又重新回到了正轨。妈妈，你回来啦！有没有乖乖在家？乖乖的，我一直在等妈妈回家。以后都好了，以后每一天都是安稳的、平安的、快乐的。我只要妈妈陪着我就够啦。妙妙晚上想吃什么呀？妈妈今天买了你爱吃的蔬菜和小丸子，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？不用特意选呀，妈妈亲手做的饭菜，不管是青菜、小丸子，还是粥和鸡蛋，我全部都喜欢吃，只要是妈妈做的，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。我们妙妙真是妈妈的小贴心宝贝。妈妈，我想去玩滑滑梯，好不好？去吧，慢点跑。注意安全。妈妈就在这里看着你。小林呀，最近好久没见你带孩子下来玩。之前看你一直忙着奔波，总算清闲下来了。是啊，阿姨，之前琐事多，一直没什么时间。现在都理顺了，能好好陪孩子了。妙妙这孩子真乖，以前看着文文弱弱的，现在开朗多了。你一个人带孩子，真的不容易。慢慢都会越来越好的。妈妈，我玩完啦，一点都不怕啦。这个季度我们部门整体业绩超额完成，尤其是上个季度的城市文旅改造项目，甲方满分验收，口碑直接打出了公司招牌。这个项目的核心创意全部由林威独立牵头完成，全程零失误、零投诉，主动加班攻坚，替公司拿下长期战略合作资源。经过公司管理层统一决议，现正式宣布人事任命，林威即日起晋升设计部小组主管，薪资上调40%。年终岗位奖金翻倍，核心项目优先署名权。多谢领导提拔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林姐，恭喜你升职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每次看你做方案都特别踏实靠谱，踏实做事就不会被辜负。你好好积累，一样可以越来越好。林，真厉害啊！升职加薪是实至名归，以后工作上还要你多提携我们，大家各司其职，好好配合，把项目做好就行。如今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踏实，但愿未来也越来越好。妈妈，你今天回来好早呀！因为妈妈努力工作，升职加薪啦，以后可以多陪妙妙。哇，妈妈好厉害，我最喜欢妈妈啦！小林回来啦，今天这么高兴啊？是啊，张奶奶，我妈妈升职啦！哎呦，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！太不容易了，小林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咬牙打拼，如今终于熬出头，越来越好，真是太能干，太争气了。是啊，这日子也是越来越好了。日子当然是越来越好的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你尽管开口。好，谢谢阿姨。妈妈，你闭上眼睛。给你一个惊喜，妈妈，你可以睁开眼睛啦！
妈妈，送给你，我永远爱你。这一路，我独自熬过婚姻的寒凉，扛过生活的风霜，在低谷咬牙扎根，在绝境奋力生长。到现在，我才明白，女人最硬的后台，从来不是婚姻，不是旁人依靠，而是永不言弃的自己。风雨落幕，黑暗中散。我会保护好我的女儿，爱她，爱自己，走向更美好的每一天。